大家好，我是艾丽莎莎。今天呢，就是我现在人在杜拜的一个 Airbnb 里面，因为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现在在杜拜买房子了，是不是很突然？而且其实我不止买一间，我买了2间。那为什么我要在杜拜买房子呢？因为其实我在台湾呢，不是就是在板桥那边已经有一间房子了嘛。其实，在台湾如果你要有第2栋或是第3栋的话，无论是税率上面啊，贷款的部分都会蛮不利于手上有2栋房子以上的人的。所以我目前在台湾是只有1间的房地产。问题是我还继续有在赚钱啊，像是我卖那个尼泊尔的线上课，台湾也做了很多的团购。那这些钱我到底要放到哪里去呢？其实我是蛮习惯把钱放在房地产上的。然后我的紫微斗数里面田宅宫也是化禄的，所以我真的是目前投资到现在几乎投资的都大赚。好，可是有一个地方呢，我觉得不一定有赚，就是我去投资的泰国。其实泰国原本是自住加避险需求比投资的需求来得大。问题是泰国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地震，那他们的房市也变得比较不好，因为它原本是一个不会地震的国家，突然它有地震，所以我也会觉得，那我原本觉得超级安全的地方，是不是就变得没有那么的安全了？所以我现在目前我有多余的资金，我主要也不会去放到泰国。可是泰国还是觉得自住真的很舒服，我住在泰国每天就是 happy。那现在最热的地方呢，就是有关于投资房地产，其实就是杜拜。所以我这次就想说，好，那我也来看看杜拜的房地产到底怎么样。所以我就来杜拜考察了10天，那今天就是我的第10天。对，结果我一次买了2间，但是目前我都还不知道有没有抢到，因为杜拜的房子跟泰国还有台湾完全不一样。像我自己板桥的房子，那个时候我考虑了3个月，结果还是我的。然后泰国的房子呢，你一定是可以回去享个几天，同一栋房子里面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户型是你可以买的。可是，在杜拜这个地方是，只要它一开盘，很常会有第1天就销售一空的状况。像是其实我第3天在杜拜的时候，我很想要买一个艾灵顿，它在 DNCC 的那个自贸区里面的房子。那艾灵顿，我们可以说它是杜拜的国泰，但是它又在比国泰更高级一点。在杜拜人的心中，你一想到最好的建商，品质最好的，然后交付标准等等的，你就会想到艾灵顿。所以艾灵顿的房子通常未来的增值性，2手市场都是比较高的。然后我刚好看到他们有一个在 DMCC， 就是它的一个新盖的自贸区里面的唯一的纯住宅，做的超级漂亮，就是完全是符合我要自住的需求。因为它的楼下就有一个很巨大的商城。可是我那时候想说，我才刚来，所以我还约了一个住在杜拜8年的女生，然后还有 Ted。看完那个房子之后，我们3个人去海边吃个晚餐，然后聊一下杜拜的房市之类的。我要确定一下要不要真的买那一间，这样对。结果我吃完饭呢，我就决定好我要买，然后我就跟 Ted 讲说，好，你现在可以跟艾灵顿的人讲说，我确定我要买了，我要付意向金了。意向金就是 EOI， 就有点像定金这样子。结果没了。整个艾灵顿整栋建筑物都没了，1房、2房、3房全部都没了。所以杜拜的房地产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呢还有投的意向金放在这个 DNCC， 看它能不能候补到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杜拜它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的强。现在对标全球的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域，杜拜的房价它算是最低价的。问题是你可能会想说，杜拜算是1线城市吗？我其实原本也对杜拜没有任何的向往，可是我这次一来，我就发现杜拜真的是比全球1线城市再更夸张，所以它未来的涨价空间跟幅度应该也会是这里面最高的。然后第2个数据呢，就是它虽然是这里面房价最低的，可是它反而租金的回报率是里面最高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现在世界上的精英跟富豪，他们都正在涌入杜拜。你被外派来杜拜的人，或是即将要搬来杜拜的人，绝对都不会是穷人啊。这些人都是为了杜拜的免税，或是想要在杜拜发财，因为杜拜就是一个钱坑。那他们对于租房的要求，还有他们可以付出来的金额是没有天花板的。那我再来跟大家讲，我这一趟来10天，我自己观察到的杜拜是怎么样。第一个就是你一来这里，你就会发现，杜拜超级先进，根本就是未来城市，每一台计程车都超干净，就你去哪里都会觉得，哇，这个设计是我在其他城市没有看到过的。可是它同时有未来的一面，它却把它的古老的历史文化也保存得很好，而且你走在路上是超级无敌干净，就是整个杜拜啊，或是阿联酋，像我还有去阿布达比这些地方，它的干净程度我会说是韩国以上，然后大概跟日本差不多。你随处看到的东西就是整齐、漂亮、干净。对，那它还有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先进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办事效率极高，就是比我去过全世界任何地方都高。像是我这次来杜拜，我是有去办工作签证的，所以必须要跑的程序就是你必须要去医院做健康检查，你还要去政府机关压你的手印。然后我在泰国也有办过工作签证，走完一整遭，我大概花了半年办那个签证，你要跑超多地方，然后效率。可
可是我来杜拜是怎样呢？像是我那一天去医院嘛，我跟他们医院是约早上10点，然后一到医院之后就立刻有人来收我的护照，放进一台机器里面去扫描，整间的上方就直接出现我的名字跟我的头像，他就说好，你可以到2号间里面去了，直接走进去抽血。抽完血之后一出来，立刻 X 光室上面就闪了我的头像，我现在就要走去 X 光室，所以整个从我走进医院到我出来，我可以说绝对花不到5分钟。后来隔天呢，就要去政府机关去压手印，那他们压手印的方法也很好玩，它不是只是压你10只指头的指纹哦，它是要压你连手掌啊，还有你边边啊，就是手任何有纹路的地方，它都要压到，因为杜拜治安超级好，它不允许有任何人在这边做坏事，因为它就是要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1线城市。比如说你今天要偷东西，或你要私闯别人民宅之类的，你这边呢碰到哪里，它任何地方都立刻抓得出来谁犯罪，然后警方就会直接去逮捕这个人。所以很多人都说你在杜拜东西不会被偷，然后还有女生走在路上也超级无敌安全。对，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城市会这么吸引人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政府太有头脑了，他们决定用这种免税的政策来吸引外来的高阶人口进来。那大家可能会想说，那本地的人口怎么办？会不会被我们挤压之类的？那政府呢是会给这些本地的阿联酋的人土地的，所以无论外国人怎么移入，都不会危及到本地人的生存。他们的政府就是一整个配套都完全想好了。对，所以杜拜一系列配套里面会包括说，他们目前已经有200间以上的国际学校。因为一个城市的房价要涨的关键，如果不是泡沫化的涨，如果是实质上真的有价值的往上成长的话，首要条件一定是这个城市它的经济发展是往上升的。那杜拜毋庸置疑，它现在发展的很快，然后还有必须要有外来人口来支持它这样子的经济体系。所以杜拜目前一年也是有10万的人申请他们的黄金签证。对，你只要买200万以上的房，你就可以申请黄金签证。所以 anyway， 我就觉得我找不到不在杜拜买房子的原因。好，那知道了我来杜拜买房的背景，还有为什么选择这边之后呢，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入手的建案了。反正呢，我这一次找的房仲是 Ted， 因为我跟他真的是3、5年的朋友了，然后我知道他绝对不会骗我。然后他已经在房地产业做了20几年，他资本额也蛮大的。因为其实你如果要在海外买房地产的话，最怕的就是买完之后找不到人帮你做售后，就是你最怕就是变成孤儿。那 Ted 他不会不见，他这么大的一个网红，应该不太会去自砸身价。对，而且他们在杜拜也有分公司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我比较可以信任的人。那我这次来杜拜呢，我买的第一个，其实不能说我买，它还没有开盘，所以应该说我投意向金的第一个建案呢，是有一个 Damak 跟 Chelsea 就是一个有4000多万粉丝的足球队。Damak 大麦克，它就是在杜拜的第2大建商联名的这个在老城区的旁边的一个海事城的一个海景房。川普也有跟大麦克联名，因为其实在杜拜啊，最有价值的房子就是面海的房子，因为杜拜它是一个沿海的城市，可是它的海岸线其实没有很长，所以在中心区域的海岸线上，这边的房子它的稀缺性是很足的。我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完全那个人介绍都还没有介绍完，我就直接把我的护照拿出去，我跟他讲说我就要下定了，真的已经看了大概20个项目左右。那这个房子是我觉得全部里面条件最好的，因为你想想看哦，它这个海景到市中心就是大概15分钟左右的车程，那跟这么大的品牌 Chelsea 联名的话，他们就是要把这个 Chelsea 这栋房子当成他们的名片，所以它不可能会做得不漂亮。然后再加上，其实在杜拜，像 Ted 也跟我讲说，他喜欢买联名的房子 ，Chelsea 不可能要砸自己的品牌，或是很多房子什么跟东方文华联名啊，跟华尔道夫联名啊，这种联名的房子会稍微的贵一点点，但是它的品质是绝对会比其他的房子更好。所以未来呢，它在转手上面也会很有优势。对，而且在杜拜这种公寓大楼，它都是可以做 Airbnb 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经营，像我是蛮有兴趣的，我未来也很有可能会把这一间当成 Airbnb。那游客一定是想要面海景的房间。还有杜拜的房地产啊，它的公设也都做得超级好，然后他们公设都是不占比的，像是它都有无边际游泳池，这个是标配，一个建案里面会有好几个游泳池，然后它离海岸的距离大概是40到100米。然后那时候只是无聊发问说，我想问一下，可以跳下去潜水吗？结果建商的人竟然跟我讲说，哦，可以，因为杜拜它现在正在做一个 Dubai Reef 人工珊瑚礁，它要把世界上的鱼群全部都引到这一条线上，就是从棕榈岛到我的这个岛海事城这边为止。所以我的这个房子直接出去的那个海滩，它将会是人造珊瑚礁的第一站，所以我家门口就是可以潜水的。然后这个建案里面也会有屋顶的足球场，户外健身区也有，室内健身区也有，户外瑜伽室也有，室内瑜伽室也有，空中瑜伽室都有，还有它的
价钱我觉得也算合理的。像是我想要买的是它的一房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一房都不是像台湾的这种一房，也不是像我泰国的一房，就是室内9坪嘛。它这里的一房呢，室内就是10坪、21坪左右。对，然后他们给的窗户呢，都会是全景落地窗。我这间的金额大概会是240万迪拉姆左右，大家自己乘以8.3。说起来是一房，可是其实你买到就是台湾的2房以上的坪数，然后不到2000万台币这样，在一个最好的海景第一排的区域。然后我跟 Ted 有想到有一点，就是 Chelsea 他有4000万的粉丝，假如这间房子它一切条件这么完备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们不会买这一栋，或者租这一栋，或者来这个 Airbnb 玩呢？所以这一间我目前就觉得，无论是我自住，我住在那里我也很爽，那我出租转卖，我觉得这间也都会有增值空间很大。问题是它有一个很靠北的地方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说好，我要，然后我就给了护照，然后付意向金这样子。结果他们现在第一波只开200个名额，然后目前已经有700个人缴了意向金，只有200个人抢得到。他就跟我们讲说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意向金是请他们缴5%，可是因为现在真的太多人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意向金就是会以缴24%的人可以先拿。这边一切呢就是资本市场机制，你付越多钱，你就讲话越大声。所以当时我就赶快付了24%。然后还有啊，这些房子它都是预售屋，他们这边的预售屋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它是可以红单转让的。像在台湾不行嘛，他们的规定是说，当你缴到预售屋的30% 以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转卖这件事情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这栋房子它的价钱是2000万台币，那你只要给到600万之后，你就可以转卖。所以等到这栋房子它涨到2600万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。我把它卖出去的话，我就赚了600万，所以等于说我用了600万换到了600万，等于我的资产就是翻倍了。所以这边的游戏是这样玩的，你买一个房子不代表说你要付全额，你只要去看你资金怎么在里面滚，可以把你原本的钱滚到更高这样子。只是问题就要等到它5月26号开盘，我才知道我有没有抢到。那我现在要来介绍，就是我第2间也投了意向金，就是我已经下定的房子，但是这个也不确定可不可以抢得到。这间是我去阿布达比的时候看到的房子，因为其实阿布达比它是一个比杜拜再更有钱的 all rich 的那种国家，它的那个海岸线又比杜拜已经很漂亮，阿布达比又再更漂亮。他们的那个海岸线是一种果冻，很梦幻的颜色。在阿布达比呢，他们有一个市中心，可是富人一定都是居住在几个岛上，像是 Sardine Island 就是现在目前最富的一个岛，像那个东方文华的酒店啊，然后还有罗浮宫啊、古根汉美术馆啊，全部的艺文中心全部都在那个 Sardine Island 上面。然后那个岛现在就是阿布达比房屋界的天花板。那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岛，它也变得很火，就是雅思岛 Yas Island。对，那这个岛呢，它在近几年就是盖了很多的游乐设施，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岛叫做娱乐岛，比大巨蛋还要大的一个演艺中心。所以 Blackpink 啊，然后 Taylor Swift、Coldplay 都是来这个地方开演唱会。它这个小小的岛上面呢，还有法拉利的乐园。然后最近迪士尼已经官宣说他们要来阿布达比设迪士尼了吗？那到时候的地点也会在这个 Yas Island 上面。然后还有 F1 赛车的最终站也在这个 Yas Island， 它就是一个小岛，上面已经有全部观光的资源了。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已经这么明显的要把这个岛给弄起来，这个岛它未来的潜力就是太无限了。那我选的这间房，它又是这个敖大就是整个阿布达比第1大的建商。反正迪士尼也是他盖的 ，IKEA 也是他盖的，什么哈利波特园区啊，就是你能想到 F1 赛车道，还有法拉利的乐园，全部都是这家敖大盖的。所以我自己在选房源的时候，一定是挑这种啊。我选的建案呢，它是跟 华尔道夫酒店，就是 Hilton 集团里面最顶规的酒店系列联名的一个面对高尔夫球场，外面直接面海的一个公寓。对，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建案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好。第一是因为我完全不打高尔夫球，我超级讨厌晒太阳。然后呢，它的正面是面对高尔夫球场，后面是面对 F1 赛车道，所以你在家里就可以直接看 F1 赛车。那这一面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看别人比那个高尔夫球。然后它这个高尔夫球场是全世界30大高尔夫球场之一，所以很多的国际的赛事都会在这里举行。那一天我刚好去看的时候，是劳力士赞助的一场比赛在这边举行，它是世界锦标赛的举办地，它不是一般的高尔夫球场然后我有去现场，就是那个地块上面直接看那个风景。然后我觉得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真的没什么，可是你前面又有高尔夫球场，后面是直接面海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景真的是那个景。
那个景真的是我要卖我都舍不得卖。然后它又是跟 Waldorf 联名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超屌的收藏品。而且我给大家看它盖的有多漂亮，它盖的一定是6星级以上的酒店的那种等级。我家到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景，就是我前面是世界最好的高尔夫球场，然后我后面又是海。然后室内设计就不用说了，因为它是跟 Waldorf 联名的，它里面就会做的是 Waldorf 酒店的规格，就真的太漂亮。那我选的一定是面高尔夫球场跟海的这一面，因为我喜欢海。而且就是你在杜拜买房啊，你不只是赚到一张黄金签证，因为这一定超过200万，你还赚到了它整个装潢。因为如果你平常是在台湾做到 Waldorf 这种等级的装潢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这个1000万绝对跑不掉的。可是你在这个地方你买就是拎包入住，它全部的装潢都帮你做好。你买了这个之后，它就直接让你是这个球场的钻石会员。我讲到我全部起鸡皮疙瘩。你要知道全世界打高尔夫球的人有多少，然后打高尔夫球场的族群是什么呢？是不是都是富豪？所以如果他们今天要来阿布达比选房子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会买在哪里？所以这个房子我自己是觉得抢到一定赚到。其实我原本没有这么高的预算，因为我来杜拜要看房前的思维，我还停留在我有多少钱，那我就是买多少钱的房子。我看到这个房之后，我立刻跟 Ted 讲说不对啊，因为我们只要缴30%，它就可以转手了。这栋房子它只有可能抢得到2房，它1房绝对抢不到，所以我抢的是2房，然后它的金额是大概4800万台币左右，这个是即将刚开盘的价格，它之后只会往上升，所以4800万，那我只要确定我在它该要缴到30%的年限的时候缴得出来这30%就好了。那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。大家不要想说我买这个4800万的房，我有4800万，我不可能发誓我真的没有。但是我看的是它的增值空间，还有杜拜它是可以贷款的。对，那其实它在下定的时候你只要付5%，然后你到今年底只要付10%，对，然后到明年也只要再付10%，那就不会有问题啊。就资金你确定你嘎得过来就可以买下去了。但大家就是投资有赚有赔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所以以上呢，这个就是我目前买了2间房子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正在等候补的 DMCC 自贸区的艾灵顿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一趟来杜拜的收获。那如果大家对那个杜拜房地产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联络我的中介，就是 Ted， 他在5月24、25也会有一场说明会，所以如果大家对我刚刚买的 Chelsea Waldorf 的这2间有兴趣的话，一定是去这间说明会买，因为我跟大家讲它都是秒清空的嘛，所以如果你是想说我年底再来看呢，这2栋一定没了，你就是也可以看其他的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订阅，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G。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